美讲全球化，讲英语铺路。可如果一个孩子英语越来越流利，却越来越难和自己的家人、文化建立真实连接，那不是教育成功，而是舍弃了本土文化。正因如此，新加坡在母语教育上的投入力度其实是被很多人低估的。今年第14届母语语言研讨会上，教育部宣布从2027年起扩大中学和初院的母语选修课程，同时在初级学院增开第5个马来语特别课程中心，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把马来语作为第3语言来学。连淡米尔语这种在英语环境里天然弱势的语言，政府也没打算放手。总理黄循财说得很直白，母语把我们与自己的根、价值观和文化联系起来，塑造了今日的自我。学习母语是教育制度的基石。今天这篇就来聊聊新加坡这么做为什么不是保守，而是一套非常清醒甚至很超前的教育选择。我们先把家长的现实说清楚。新加坡家长不是不知道母语重要，而是每天面对的压力太具体了。PLAO 升学、就业，样样都在提醒你，英语更直接、更实用，也更容易马上看见回报。学校里的高频交流很多也是英语，未来上大学、进跨国公司，英语几乎像空气一样必要。于是，母语被放到了尴尬的位置上，知道不能不要，却很难排到前面。问题也就在这里。新加坡不能只用个人回报来算教育账。这个国家太小，也太开放，内部是多族群社会，外部又深深嵌在东南亚。教育如果只训练孩子会用英语竞争，却不训练他们理解自己的根，理解不同社群之间的文化边界，短期看确实高效，长期却会把整个社会的连接都削弱。所以，新加坡实行的双语政策，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考试。你会发现，母语在新加坡同时处理3件事：第一，家庭里的代际沟通；第二，社会里的多元共存；第三，国家在区域中的现实生存。家长如果只把它看成一门补习的科目，就会错过它真正的分量。因为新加坡从来就没有母语当成过装饰。这里其实还有一个误区，新加坡从来没有低估英语，它只是清醒地拒绝把英语变成唯一价值。英语让你进大学，进跨国公司，参与全球市场，但母语决定你怎么理解家庭、族群记忆，以及一个社会为什么要彼此尊重。一个国家如果只剩下接入能力，却没有归属能力，这样看起来很现代，实际上社会连接会越来越脆弱。对家长来说，这个差别在家里就能看见。很多孩子英文表达很好，但一到家族聚会和祖父母聊天就会卡住。问题不是不会说几个词，而是进不去那套语境。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情感的载体，若一直对母语不够重视，久而久之，家里最深的那层传承不是慢慢变弱，而是直接断掉。再往社会层面看，如果教育系统默认只有英语才算有价值，小群体越来越边缘，大群体就会越来越理所当然，最后受损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结构。区域层面则更为现实。新加坡的未来不可能只看欧美，它身处东南亚，要理解马来世界、印度文化网络、华人商业传统，也要理解这些系统背后的历史敏感度。教育部近年扩大马来语特别课程，就是信号之一。它不只是教语言，更是在培养区域理解能力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英语重要还是母语重要，而是一个小国要不要让下一代只会接轨，不会扎根。新加坡的答案很明确，母语不能退成装饰。因为一旦母语退场，国家看似更国际化，实际上更容易变成没有厚度、没有缓冲、没有文化韧性的社会。最能看出新加坡这套政策是不是认真的，不是看他怎么对待强势语言，而是看他怎么对待天然弱势的语言。淡米尔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2024年，时任副总理黄循财在新加坡淡米尔教师联盟75周年晚宴上，把母语明确说成新加坡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。这不是礼貌性的表态，因为在一个英语高度强势的环境里，像淡米尔语这样的语言，如果没有制度支持，几乎不可能只靠市场自然存活。家长会往更实用的方向倾斜，孩子会往更轻松的方向倾斜，平台内容也会往更主流的方向倾斜。
最后它会慢慢退化成节庆上的象征，或者身份证上的标签，而不是活的语言。新加坡没有放任这件事发生。黄循财当时也宣布向新加坡淡米尔语教育基金捐出1万新元。这个数额本身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释放出的信号：语言传承不是教育部单独扛，而是政府、社群、教师体系和社会资源一起参与。淡米尔教师联盟本身也很能说明问题。这个组织从1950年代初不足100名成员，发展到今天数百名成员，背后靠的不是一时热情，而是长期制度支撑。教师培养和社群协作，为什么这件事对多数家长也重要？因为今天被保住的不只是某个小群体的语言，而是整个社会的一条底线。在新加坡，不能因为一种语言更强势、更有市场，就默认其他语言应该自然退出。这个原则一旦松动，受伤的不会只有少数群体，而是整个多元社会的安全感。这里也能看到新加坡和一些国家不太一样。法国和加拿大、魁北克都做过更强硬的语言保护，更多依赖法律和行政要求去对抗英语扩张。新加坡当然也有制度框架，但它更强调教育、课程设计、科技工具和社群合作，让语言留存变成可持续的日常，而不只是高压规定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层面，教育部持续推动马来语特别课程，也鼓励非马来族裔学生接触区域语言和文化。这说明新加坡对语言的判断非常务实。语言既是文化根系，也是地缘现实。你要在东南亚长期生存，不能只会说国际语言，还要懂周边社会怎么想、怎么表达、怎么建立信任。所以，新加坡不放手小众语言，不是因为它浪漫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一个小国真正的稳定，不在于所有人都变得一样，而在于不同的人都相信自己不会被轻易抹掉。所以最后，我想把这支视频收成一句很实际的话：在新加坡，母语真的不要只当分数来看，它当然和成绩有关，但它更深的关系到孩子将来怎么跟家人说话，怎么理解自己的位置，怎么在一个多元社会里不失根，也不失判断。如果你是家长，我给你3个非常具体的建议。第一，不要让母语只出现在作业本里，吃饭、探亲、节庆、看新闻、看节目，都可以是母语进入生活的机会。第二，不要一开口就纠错。很多孩子不是不会说，是一说就怕错，于是干脆不说，先让他愿意表达，再慢慢修正。第三，可以用 AI 和数字工具做辅助，但不要把陪伴外包。工具能提高练习频率，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，还是家庭里的使用场景。如果你认同新加坡坚持母语不是保守，而是一种很清醒的长期主义，欢迎把你的观察留在评论区。你家孩子现在最缺的是兴趣、环境还是方法？如果你想看下一期家长怎样在家里把母语带回日常，就在评论区留言。想看家庭版，也欢迎订阅频道。我们继续把教育这件事讲得更深，也讲得更贴近现实。